这是一部被无数博主说烂了的电影，也是一部男人一生中必看的电影，更是一部华语影坛足以申遗的电影。今天要全面解读的作品是《黄飞鸿》。提起导演徐克呢，他的电影里没点历史还真看不懂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会拿出真实的历史事件，去让大家明白电影里的某些台词、某些镜头，徐克都在隐喻着什么，赞扬着什么，嘲讽着什么。黄飞鸿，你看，现在西洋战舰都满满的停进了我们的港口，香港给了英国，澳门给了葡萄牙，俄国占了黑龙江，连自己的祖宗都保不住了。在佛山，洋人可以随意践踏国人，菜贩只是说错一句话便被洋人殴打。为了替百姓讨回公道，黄飞鸿便找洋鬼子索要赔偿，谁知提督大人却拍案而起，大骂黄飞鸿无理取闹，区区一介草民根本不配和官府谈条件。突然两队人马打了进来，黄飞鸿一看就知道麻烦来了，因为打进来的有一方是自己弟子，为了不酿成大祸，连忙上去阻拦，可这正好被提督抓到了把柄，可以杀鸡儆猴。黄飞鸿本想化干戈为玉帛，但没想到另一方居然要杀了自己。来人正是沙河帮，沙帮主刚上去就挨了一记无影脚。大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是谁踢我？不知道。你们上了没有？接着再叫兄弟们冲锋，可换来的还是无尽的折磨。然而黄飞鸿虽然厉害，可徒弟牙擦苏却惨了，被洋人打得找不到东南西北。黄飞鸿连忙上前阻拦，让他们不要误会，谁知对方却大放厥词。黄飞鸿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搞事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叫衙门抓你。再见，中国鬼！洋鬼子前脚刚走，提督大人就带着大批官兵赶来。沙帮主见状连忙撤离，我先走。弟子们也想要逃跑，却被一身正气的黄飞鸿拦住，让他们缴械投降。提督大人早就对黄飞鸿有意见，直接将弟子们全部抓了回去。为了替弟子们伸冤，黄飞鸿必须找沙河帮出来澄清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又再次遇到沙帮主收保护费，黄飞鸿直接哐哐两下打退沙帮主。这个时候还发国难财，你们就是沙河过来的吗？跟我去衙门！见黄飞鸿只有一人，沙河帮根本不虚，直接就要宰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可没想到黄飞鸿仅靠一把雨伞便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一名小弟眼看不敌，准备偷袭，谁知黄飞鸿直接撑伞化解危机。沙帮主看黄飞鸿身手如此了得，连滚带爬上楼去，可还是被黄飞鸿抓住，直接打得他屁滚尿流。沙帮主找到机会逃到阳台，本想跳下去，可实在太高，便折返回去，可已经迟了。黄飞鸿一脚将其踹下2楼，接着一个华丽撑伞帅气落地，而沙帮主却摔了个狗吃屎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想着逃跑。黄飞鸿用伞勾住他的屁股，请乡亲们帮忙去衙门作证。可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谁会去出头呢？黄飞鸿想叫老板帮忙证明沙帮主收保护费，老板也只是翻了个白眼，根本不敢去衙门指认，因为得罪了这种恶霸，即使给他判了罪，但他出来之后肯定会加倍奉还的。这便是晚清时期，国难当头，人们却早已麻木不仁。黄飞鸿本以为抓住了恶人，官府就会放了弟子们，但根本就是想屁吃，因为提督根本不买账，甚至还放走了沙帮主。一向睚眦必报的沙帮主带着小弟们来到了宝芝林，就要烧死黄飞鸿。此时黄飞鸿还浑然不知，13姨正在为他量身制作西装，黄飞鸿却十分疑惑，洋人的东西真的那么好吗？为什么什么都要学？13姨告知飞鸿，洋人发明了蒸汽机和很多发达的东西，不学就落后了。黄飞鸿陷入了沉思，13姨却开始抚摸黄飞鸿，不过他摸的只是他的影子。难怪女孩面对心爱之人都这么花痴。黄飞鸿突然转身问道，既然国外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这里有的东西外国没有。外国没什么人呢？黄飞鸿立马扭头，接着黄飞鸿看到13姨嘴巴凑了上来，以为他要亲自己，连忙躲开，原来只是虚惊一场。突然屋外传来声响，没错，沙帮主这群老六开始放火了。黄飞鸿折断一根树杈冲了出去，沙帮主见状连忙和小弟们骑马撤离。黄飞鸿拼命追赶，却只是扑了个空。13姨拿起飞鸿最爱的扇子准备逃离，可他搬运相机的时候不慎将扇子掉落，眼看宝芝林已经无力回天。13姨拿起相机准备留下最后回忆，可第二天宝芝林就被烧了个精光。黄飞鸿捡起地上的扇子，将13姨大骂一顿。原来这把扇子是刘永福将军留下的，上面写着与洋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，就是让黄飞鸿勿忘国耻，希望自己回来时能消去这耻辱。可如今却被烧去一角，正是去掉了那个不字，剩下的是平等条约。可洋人依旧在我国领土肆意横行，这难道也算消去了耻辱吗？接着让13姨不准带洋人的东西来宝芝林，不然见一样砸一样。没等黄飞鸿缓过气来，提督大人再次赶来，大骂开武馆的就是垃圾，连自己的家都保护不了。一番冷嘲热讽下来，黄飞鸿忍不住了。如果衙门真的认为习武练身是犯法的话，那我们历代祖先留下的国术
就会从此失传。如果悍匪来打我们，到时候我们用什么来反抗？这也算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吗？接着询问是谁放的火，可黄飞鸿根本不知道。但提督大人觉得他就是在隐瞒事实。正准备发飙时，突然一名神父出现，表示自己看到了是谁放火。原来昨晚神父路过宝芝林，见到了正准备放火的沙帮主，接着沙河帮便被全城通缉，但这根本难不倒沙帮主。百姓怕衙门，衙门怕鬼子，这就是现实。他决定去找最厉害的鬼。接着他们便来到洋人战船面前，虽然不会说英文，但人类肢体语言都是相通的。沙河帮众人跪倒在洋人面前，大喊着威尔将军，之后便被带到将军面前。但将军也不傻，知道他们正在被通缉。沙帮主知道洋人来这里只是图钱，于是便提议给洋人送女人，唯一的条件便是帮忙干掉黄飞鸿。将军微微一笑，说明天约黄飞鸿去看戏，他不死在自己手上，也会死在衙门手上。可洋鬼子还是小看了黄飞鸿。将军正准备掏枪解决飞鸿，却被无影脚踹掉夺了过来。但洋鬼子还有阴招，居然开始撒石灰。黄飞鸿先是救下13姨，接着使出一套布棍，将这些杀手打得屁滚尿流。可没想到刚打跑杀手，却遭到沙帮主的陷害。沙帮主在现场留下横幅民团争光，杀尽洋人。提督赶到时，指着黄飞鸿骂道：到底还有多少民团没交出来？说着就要将黄飞鸿抓进监狱。可在刚才的战斗中，洋人打伤了无数国人。黄飞鸿提出唯一条件，先替百姓止了血，再去衙门自首。但还是有人因为受伤过重，死在了洋枪手下。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：俺是山东齐不山严振东，专程来宝芝林找黄飞鸿黄师傅，切磋切磋。但现在黄飞鸿根本没心思应战，于是便叫严师傅去屋内喝茶。谁知严振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居然当场踢坏了桌子。这场比试他必须要赢。原来严振东从山东来武术之乡佛山，本以为能靠一身本领闯出一片天地，可到了之后只能在街头卖艺，穷的饭都吃不起。而梁宽本来是拜师黄飞鸿的，却阴差阳错下拜了严振东为师。而梁宽的拜师礼居然是别人吃剩的面汤。有时候1分钱真的能难倒英雄汉。严振东狼吞虎咽起来，一旁的梁宽看得直咽口水。严振东见状递了过去，谁知却被青楼老鸨嘲笑：两个男人喝一碗汤，真缺德。甚至还冲他们吐唾沫。严振东发誓一定要在佛山打出名堂，不会再让人瞧不起。佛山谁最能打？接着两人便找到了黄飞鸿。严振东出手狠辣，招招直逼黄飞鸿命门。二人来到院中，严振东使用一根木头封住黄飞鸿中上路，接着就要偷袭他下路。谁知黄飞鸿一跃而起，轻松化解。此时两人的目的完全不同，心境也相差甚远。但严振东凭借一身铁布衫，硬是和黄飞鸿打得有来有回。而13姨担心飞鸿安危，便拿出洋枪想要逼停严振东，却被梁宽拦了下来。混乱中开了一枪。黄飞鸿担心13姨安危，只是往这边瞥了一眼。高手过招往往转瞬即逝，严振东趁此机会踹中黄飞鸿，接着拆下宝芝林招牌，最后一脚将其踢得稀巴烂。但这一仗严振东觉得赢得不光彩，于是便邀请黄飞鸿明天再战一次。如果他不来，黄飞鸿3个字将永远刻在他的脚下。但没想到严振东刚走，提督大人便闯了进来。幸亏黄飞鸿提前让牙擦素带走13姨，可黄飞鸿不知道，这将把13姨彻底推入深渊。13姨刚逃出来，却遇到了沙帮主。如今这个畜生正在为洋人抓女人，见到13姨如此动人，于是动起了歪心思。抓回去之后，准备先享用一番。突然一名小弟前来通报，声称找到了打败黄飞鸿的人。原来严振东当街摆了擂台，街头挂起了拳打宝芝林，脚踢黄飞鸿的条幅。可是等了整整1天，也不见黄飞鸿来。此时的黄飞鸿正被关在监狱，而沙帮主请来了严振东，有了他坐镇，便可以在佛山横着走。沙帮主也是会来事的人，直接拿出1箱钱，看着那白花花的银元，严振东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因此面对徒弟们大吵着让他耍一段，他也毫不吝啬，不仅是为了在徒弟们面前证明自己，更重要的是想以此来掩饰自己。这一脚他踢走了屈辱，这一拳他打散了侠心。严振东拼命表演，只为了逼自己辞别过去。而此时沙帮主也没闲着，来到关押13姨的小房间，就要把他给办了。谁知却被13姨偷袭，这一棍子下去，彻底惹怒了沙帮主，于是便霸王硬上弓，想要将13姨绑起来。谁知却被他咬住左手，情急之下，沙帮主一拳将其打晕。难道13姨真的要被这禽兽那啥吗？此时屋外严振东越耍越得劲，可在梁宽看来，师傅就像被耍的猴子一样。终于他忍不住一把打翻钱箱，师傅这钱来路不明。谁知严振东却拉着梁宽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在佛山打出名堂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站出来为天下人主持正义。接着让梁宽把钱捡起来。梁宽试图相信师傅的话，
可正义就是正义，参不得半点污秽。他一气之下扔下银元，冲到一旁，看着师傅俯下身子，梁宽更是气愤不已，对着墙发泄着自己的无能。刚巧看到沙帮主正在侮辱自己的女神，这彻底激怒了梁宽，他直接踹开房门，猛力一脚将沙帮主踢飞。可是刚救下女神，沙帮小弟就围了上来，13姨也再次落入沙帮主手中。此时严振东赶来，梁宽本以为师傅能救自己，谁知沙帮主恶人先告状，居然说梁宽刚来就贪图自己老婆美色，有钱能使鬼推磨是真的。严振东昧着良心教训了梁宽，13姨想要解释却被沙帮主制止，而严振东此时被明丽弄瞎了眼，再次听到13姨是黄飞鸿的人，更是勃然大怒，愤怒里有嫉妒也有愤恨。凭什么这江湖风雨吹打了别人，却吹打不得他黄飞鸿？凭什么他就代表着正义？凭什么他就能受人尊敬？今天他就要助纣为虐，鞭打一下这正义。梁宽虽然身手敏捷，可还是没逃出师傅的魔爪，接着将其吊起来。现在没人能救13姨了，但好在还有飞鸿。此时狱卒们钦佩黄师傅为人，准备私自放他出来，可一身正气的他居然不愿意做逃犯。就在这时，牙擦苏赶到，告知了13姨的处境。这下黄飞鸿待不住了，立刻前去营救。不过那可是洋人的地盘，这里重兵把守。不过好在牙擦苏一口流利英语，骗过了守卫，几人冲进码头。而煞帮主听到黄飞鸿来了，吓得屁滚尿流，连忙拉着13姨准备登船。临行前让严振东对付黄飞鸿，这一次黄飞鸿不再留手，一脚踢断梯子。严振东飞身冲去，却被黄飞鸿一脚踢在脸上。他一脚将梯子分成了2半，可饶是他再怎么拼命，黄飞鸿依旧气定神闲。接着黄飞鸿一脚踢来，严振东正好撞到了秤砣，连忙运气死死的抵住。突然楼上有人拿着洋枪对准了黄飞鸿，不过好在他们没玩过洋枪，于是黄飞鸿飞身跳了上去，严振东也紧随其后，两人就用梯子在空中相互追逐。黄飞鸿抛开梯子拦住对方，接着一个腾空翻跃跳了上去，当即冲进人群招呼这群小弟。严振东默默地看着他，眼神中充满了嫉妒。只见黄飞鸿一脚一个佛山无影脚，真的太猛了。此时他终于看到了差距，解决完喽啰，黄飞鸿让牙擦苏先去救13姨，自己独自对付严振东。虽然他铁布衫已登峰造极，可在无影脚下却占不到半点便宜。他还想用那晚那招，可黄飞鸿早已识破，直接一脚将其踹飞。严振东恼羞成怒，居然释放阴招。为了打败黄飞鸿，他无所不用，就连辫子里也隐藏了暗器。此时沙帮主拉着13姨准备登船，黄飞鸿听到呼救声，直接释放大招，接连7脚踢在严振东脸上。他的铁布衫也的确抗揍，要是换个人的话，恐怕早就被打趴下了。接着严振东再次偷袭，一把拉住黄飞鸿的辫子，不过黄飞鸿快速切换身位，一个腾空翻跃，瞬间变被动为主动，最后一刀割掉了严振东的辫子。此时严振东披头散发，近乎癫狂地冲向黄飞鸿，而黄飞鸿心系13姨，飞身一脚将其踹飞，接着准备登船去救13姨，却被一群洋人拦住。幸亏梁宽提醒及时，外加黄飞鸿身手敏捷，巧妙地躲过了洋枪的攻击，可严振东却没能幸免。此时的他已经被名利蒙蔽了双眼，一身修为只能发挥一半。他的铁布衫虽刀枪不入，可此枪非彼枪，全身早已被打成了筛子。黄飞鸿一把将其拽下，此时严振东才明白自己引以为傲的武术是多么可笑。他以为开了武馆就能闯出一番事业，可一山还比一山高，时代变了，除了黄飞鸿，还有洋枪洋炮。我们的功夫再棒，也敌不过洋枪。黄飞鸿也有所触动，可当务之急是救下13姨。他冲进洋船，却被威尔用枪瞄准，而煞帮主气急败坏，直接就要毁了13姨的脸。此时黄飞鸿分身乏术，但被抓的女孩们互相对视一眼，他们齐心协力，一起将煞帮主这个恶霸推进了火炉。突然提督大人带人赶来，他还存有侥幸，准备和威尔谈判。Mr. Jackson 和沙河帮串谋抓女人卖去金山，大人救救我们！什么？谁知却被对方挟持。关键时刻，黄飞鸿借用钢珠，使出弹指神通，一击将威尔射杀。女孩们连忙上来感谢提督救命之恩，而提督比女人变脸还快。这次多得黄师傅和衙门里应外合，客气，快谢黄师傅。片中武侠2字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一个个对立的元素，蛮与汉，黑帮与政府，民族与西方，武术与枪炮，保守与革命，入侵与反抗。当个人生死与国家民族的存亡相交融，站在中西文明碰撞的十字路口时，是后退还是前进？其实最后受伤害最深的还是社会最底层的民众。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像黄飞鸿一般能文能武，也不必苛求每个人都能活出这种现实，但至少要活出这种状态。而对这种状态的追求，不单单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，更多的是为了自己，因为我们才是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、这个现实中最大的弱者。不管是历史的变迁或是时代的变换，教科书上我们是最大的推动者，教科书外我们也是最大的流血者。
佛山无影脚仅是黄飞鸿虚化的代称，然而当自强却是黄飞鸿现实的意义。作为个人而言，我们要为我们个人的存在负责，负责的方式唯有自强。